哆啦 A 梦居然被求婚了，而且跟他求婚的人竟然是人鱼公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天贝索子又来大雄家玩了，大雄很头疼，因为这个小女孩很爱哭，他们打算出去玩，由哆啦 A 梦来面对。哆啦 A 梦作为保姆机器人，认为小朋友就应该好好疼爱。贝索子很快就到楼上来找大雄了，哆啦 A 梦赶紧掏出道具想跟他玩，但扮家家酒和游戏机他都不感兴趣，他只要哆啦 A 梦念人鱼公主的故事给他听，这对哆啦 A 梦来说是小菜一碟，于是贝索子就乖乖挨着哆啦 A 梦坐下听故事了。有一位住在海边的美丽的人鱼公主，爱上了长得很帅的王子殿下。王子搭乘的船遭到强烈的暴风雨，她掉进了大海里。人鱼公主救起了落水的王子，之后她想变成人类，于是她用自己的声音换来了双腿，变成人类的人鱼公主与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可没想到后来王子居然要跟邻国的公主结婚，如果不能跟王子结婚，人鱼就会化身为海里的泡泡消失了。只要能夺走王子的性命，人鱼就能继续活下去。但他做不到，最后只能变成了海里的泡泡消失了。哆啦 A 梦感叹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贝索子更是直接哇哇大哭了起来。哆啦 A 梦安慰他这只是故事而已，但贝索子认为这些情节都是真的在故事里发生了。哆啦 A 梦怎么都哄不好他，贝索子的哭声引来了妈妈们。大熊妈还以为是哆啦 A 梦能哭的，训了他一顿。哆啦 A 梦刚想解释，结果贝索子一看见绘本，哭得更伤心了。妈妈们便把贝索子带下楼吃蛋糕去了。哆啦 A 梦把肥脸撞到了门上，他很委屈，都怪这个故事太悲伤了。于是他拿出道具，进入绘本里的鞋，穿上鞋后，他成功进入到了绘本里。前方就是人鱼公主的城堡了。王后宣布，最小的人鱼公主今天可以去看看海面上的世界了。姐姐们都为小人鱼高兴，因为她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天空，现在正好是晚上，也许她还能看见美丽的月亮。王后叮嘱小人鱼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跟人类接触。随后小人鱼欢快地向海面游去，哆啦 A 梦也悄悄跟在了后面。小人鱼迎着月光游了过去，浮出水面后，小人鱼就看见了一艘船，他好奇地游了过去，正好王子殿下走到了船边。见到如此英俊的王子殿下，小人鱼害羞了。海面上瞬间雷雨交加，狂风大作，船很快就被大浪吞没，王子也不慎落水。小人鱼飞快地救起了王子。风平浪静之后，搜救队前来寻找王子的下落。小人鱼把王子放在一块浮木上，自己藏了起来，暗中观察。最后，王子被邻国的公主接走了。看着王子平安无事，小人鱼也就放心了。但他回到家之后，一直心事重重，无精打采的。姐姐们叫他去玩，他也不去。他现在只想再见一眼王子殿下，于是他跑去找女巫，给他调配了可以把鱼尾巴变成双腿的药水。女巫提醒他，人鱼是可以活到300岁以上的，变成人类的话只能活到80岁左右。但小人鱼依然义无反顾的想要变成人类，就算只能活到80岁，他也想陪在王子身边。女巫再次提醒他，如果没办法跟人类结婚，他就会变成海里的泡泡。即使如此，小人鱼也还是想要那种药。于是女巫让他用声音做交换。这时哆啦 A 梦闪亮登场，他认为女巫很过分，不就是一双腿吗？免费送就好了。小人鱼很可怜耶，但女巫表示不可能免费送。于是哆啦 A 梦拿出了道具嘀嘀咕咕交换机，他问小人鱼可以拿什么跟女巫交换。小人鱼想了想，拿出了头上的发饰。女巫可不看，她一直碎碎念说自己亏大了，她又一边把药水交给了嘀嘀咕咕。原来这个道具可以让人一边碎碎念，一边与人交换东西。小人鱼就这样成功得到了药水，还保住了他的生命。小人鱼对哆啦 A 梦道了谢，在他眼里，哆啦 A 梦竟然是只蓝色章鱼，但只要不叫哆啦 A 梦蓝色狸猫，他就不会生气。哆啦 A 梦就这样跟小人鱼成了朋友，他叮嘱小人鱼有什么烦恼都可以找他商量。小人鱼上岸后喝下了药水，哆啦 A 梦甚至不禁想象起自己喝了之后变成大长腿的样子。小人鱼成功拥有了双腿，这时传来了王子的声音，他是来寻找救命恩人的。哆啦 A 梦赶紧帮小人鱼招呼王子过来，可小人鱼没有穿衣服，赶紧躲了起来。可王子张嘴就说哆啦 A 梦是蓝色狸猫，哆啦 A 梦不跟他计较，赶紧把女主角的方位指给他看。王子看见了美丽的小人鱼后，眼睛都直了。于是故事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。小人鱼和王子开心的在花丛追逐，哆啦 A 梦以为这样就可以是圆满结局了。结果他钻出了绘本，回到现实中一看，结局小人鱼还是变成了泡泡。哆啦 A 梦很纳闷，现在的小人鱼明明就会说话了，
于是他再次钻进绘本里查看情况，因此现在的故事线，王子还是要跟邻国的公主结婚。哆啦 A 梦赶紧拉起小人鱼去找王子，他把王子大骂了一通，说他劈腿不知感恩。哆啦 A 梦告诉王子，是小人鱼在暴风雨的夜晚救了他的性命，还声泪俱下的说出了小人鱼为了王子放弃了300岁的生命。王子听他这么一说，也有些动摇了。小人鱼好不容易在哆啦 A 梦的鼓励下，准备亲口说出实情，结果邻国公主一把推开他，原称是自己救了王子，是他把王子带回皇宫，给他盖毛毯熬夜汤。邻国公主让侍卫来抓走这只说谎的狸猫，哆啦 A 梦很着急，但小人鱼却不想再参与这纷争，他一个人跑到海边连连大哭。哆啦 A 梦追了过来，他教育小人鱼，有些事情不能放弃，必须亲口说出来。于是小人鱼下定了决心，要说出实情。哆啦 A 梦想拉他再去找王子，但他却说自己已经无所谓能不能嫁给王子了，因为他有了另一个喜欢的人。哆啦 A 梦人傻了，这是什么发展？但他转念一想，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圆满的结局。只要人鱼公主心中有爱，就算是王子以外的人也行。只要结局不是以悲剧收场，贝索子就不会哭了。小人鱼说，那个人经常会帮助他，还非常了解他，甚至知道他想说的话，自己能拥有这双腿，也是托了那个人的福。小人鱼觉得那个人比王子还要好，只可惜那个人是个蓝色章鱼。随后小人鱼转身对哆啦 A 梦说，请你跟我结婚好吗？哆啦 A 梦是又惊又喜呀，他不禁幻想着跟这么可爱的女孩结婚或许还不错，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他是猫型机器人，如果小人鱼没跟人类结婚，就会变成海里的泡泡。可没想到小人鱼表示，即使变成泡泡也没关系，因为他是打心底喜欢哆啦 A 梦。但哆啦 A 梦不想让贝索子再哭了，他建议小人鱼还是跟王子结婚比较好。小人鱼觉得是哆啦 A 梦不喜欢他，于是哭着闹着要跳海。哆啦 A 梦赶紧拉住他，小人鱼说，反正王子也要跟邻国公主结婚了，他就是喜欢哆啦 A 梦，要跟他结婚。这时哆啦 A 梦突然反应过来，只要解决掉那个邻国公主就行了。于是他跳出绘本，将故事的时间线搬到邻国公主与王子相遇的时候。哆啦 A 梦使用来来猫招来了4面8方的渔船，这下大家都是救了王子的人，这样王子就不会觉得是邻国公主救了他了。接下来哆啦 A 梦要想办法让不善言辞的小人鱼开口，他在小人鱼和王子开心嬉闹的时候，给小人鱼安了一颗媒婆痣，然后捏着嗓子用小人鱼的口吻告诉王子，在暴风夜晚救了你的人就是我。于是王子当场就跟小人鱼求婚了。终于是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了，哆啦 A 梦累惨了，他放心的钻出画本，然后他又叫来了贝索子，想把圆满的结局念给他听。不过贝索子指定要大雄念，于是刚回来的大雄就被抓了壮丁。哆啦 A 梦许诺这故事绝对完满，可没想到贝索子还是哭了，他说自己就喜欢那种悲伤的结局。于是大雄也被妈妈臭骂了一顿，真是苦了他和哆啦 A 梦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这个版本的结局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